赚钱的股票不会卖出，结局反而是亏损离场。散户投资者如何能够提前卖在高点，卖出就下跌呢？大家好，我是阿哲，今天分享一种卖在阳线提前逃顶的技巧。学会此方法，你将可以提前发现近期美股纳斯达克的2个上涨高点。本周阿哲也用同样的技巧，在粉丝专享 TG 频道中提前告知纳斯达克调整风险，你其实也可以做到。这是关于波浪理论短线应用的方案。近期视频中我们经常提及波浪理论，比如上期行情视频，对于美股我们认为纳斯达克处于适浪调整，又比如上期教学视频，我们通过波浪理论计算可以得出纳斯达克本轮行情下跌具体时间。波浪理论认为市场总是呈现一定的基本韵律和形态，并在各个时间周期反复出现，也就是说市场在各周期都会存在一种顶部特征，就是五浪上涨后往往会出现调整，区别只在于是小五浪还是大五浪。今天我们讨论日内小五浪见顶的价格模型和它的体现。既然是模型，就必然需要固定的思路和操作方案。波浪理论因为它的特性经常出现千人千浪，所以时常被定义为预测的理论，而不是实际操作的理论。而今天它会有所改变。见顶的五浪往往与三浪会有明显的幅度差别，这种五浪不容易出现衍生浪，在日线中一般以连续3连阳体现，而第3根阳线比第2根阳线实体缩短了，缩短幅度越大，见顶效果越佳，这就是日内小五浪三阳小顶模型。我们回过头看到这只股票，刚才标记逃顶的位置就是出现了日内小五浪结构，三阳小顶信号，特别是此处最高点，在出现第3根 K 线实体小于第2根 K 线实体时，连续三阳的实体其实也是一天一天的缩短。在蜡烛图理论中， K 线实体也体现了上涨动能，连续缩短则体现上涨动能逐渐衰竭的现象。那么是出现三阳小顶模型就必须卖出吗？我们看到低位连阳的地方，其实它不只出现了一次小五浪调整结构，而有时候其实后续还会有上涨空间，这该怎么办？对于交易往往很难进行标准化，因为没有100%正确的标准，任何一种技术都有失灵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到的是信任某种操作，并且原谅它可能失误的时候。当然这个前提是你确实掌握了这个技巧。现在进行课中知识点抽查，图中有3组3连阳，你觉得哪种3连阳更具备顶部特征？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这就是第一步，至少要确保你掌握了这个技巧，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如何实战中尽可能卖在高点，保证模型的成功率。同时也需要问一下你自己，你是更想要追求精准逃顶，还是希望自己交易大概率正确？这分别代表2种思路，左侧和右侧。如果你希望能够在某次交易中精准的卖在高点，那么一出现三阳小顶模型，你就应该卖出，一出现就卖出。你在交易生涯中就会时常卖在行情最高点，但同时你也会经常发生卖了继续上涨的情况。而如果你更希望自己交易正确率更高，那么可以选择将三阳小顶模型3号 K 线最低价格作为确定，后续股价有效跌破则果断卖出。这种交易方式你不可能精准逃顶，未来的交易生涯中你将没有机会卖在最高点，但是你每次卖出则后续行情大概率会下跌，而卖出就上涨的情况将会大大减少。你需要明白，精准与正确在交易中往往是冲突的，没有一种交易系统可以两者兼得，必须要做出取舍。你究竟是哪类投资者呢？是否能够做出选择呢？我们再进行一次模型的优化。对于小五浪结构，
往往我们在震荡行情与弱势反弹行情中使用的次数较多。一般行情如果处于强势上涨，小五浪结构的调整反而是我们绝佳的低吸机会。所以使用该模型时，最好对于市场大局能够有所研判，再制定策略。比如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就是反弹中出现了小五浪结构三阳小顶模型。再让你做一次选择，你是选择左侧提前卖出博弈精准逃顶，还是保守一些设置止损线避免卖飞行情？但不论如何，出现三阳小顶模型，短线上还是得要保留一份小心。这就是阿哲今天分享的内容。视频最后记得点赞订阅，更多精彩干货，我们下一期见。